现在洗衣服的那些化学用品很多哎，柔顺剂、洗衣粉、洗衣液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就是衣服还原颜色的那种。对对对。那是不是对身体、对皮肤都不是特别好？衣服都直接接触皮肤的，就怕对皮肤有刺激性嘛。对，因为它们都会有那个残留物，所以对皮肤都有刺激，所以一般来说给小孩洗衣服是不要用什么柔顺剂的，因为它会有残留在里面。对，好多小 baby 他们在穿的衣服就会发那个疹子，就是他觉得浑身痒啊什么的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可能就是没有晾干净或者没有漂洗干净。对的。那我们自制应该采用哪一种呢？我们就用这个。这个袋子里它就有那个洗涤剂，你把它扔到洗衣机里边，一起跟着衣服一起去洗就好了。还要不要放洗衣粉呢？不要了，这就是天然的洗衣粉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东西啊，已经就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呀，是什么？这个我好像见过，就是树上会掉的那种。这个你们如果喜欢戴手串的人应该知道，它是菩提珠的一种。菩提珠是有很多种类的，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，用来制作菩提珠的。哇，这个味道其实闻起来很舒服，有点像话梅壳的那个味道。对，老师这都怎么进去就化了？别着急哈，其实这个是它里边的糊而已了。我们用的是外面的这个，这个叫做无患子，那么俗名呢也叫做原皂角。原皂角。对。哦，也是皂角系列的。是这里面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它们是两种植物。两种。可是呢，它有同样的作用，也就是说它也能够洗头啊、洗澡、洗衣服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原皂角。原皂角。就把它泡泡那水就拿去洗啊。别着急，我们一会儿就告诉你怎么做啊。现在我们如果洗衣服呢，你只需把它砸开，把这个壳，外面这层皮，装到这个布袋里面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啊，我们这里面有。沈老师，这个贵吗？这个也是网上有卖的。也是网上买的，然后这个超便宜的哦。哎，真的，就有点像剥那个龙眼一样，把那个骨拿出来，是的，就是把外面这一层，叫原皂角，那个叫皂角，只是前面加一个圆形的圆字。是的，我们留的是这个肉，这个肉就是可以洗衣服的一个天然的洗衣剂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呢，你把皮剥下来装在布袋。然后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，它只要一接触到热水，它马上也是起好多的泡泡。好神奇啊！这个泡泡比这个长皂角的泡泡还要多的。哇，那么这个东西，比如说一袋的话，可以洗几轮衣服呢？差不多呢。你在洗一缸衣服，你用20到30克，看你衣服的脏的程度。一次是用20到30克。是的，20到30克这个。几件衣服？就是一缸衣物啊，你就用20到30克。10件左右。这么说吧，我在家里我喜欢用它来洗浴巾，那么差不多我洗2、3条那个大的浴巾哈，我用20克就正好。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衣物真的非常脏，你可能要用30克。记住一定要用热水来洗啊，就是要用那个洗衣机的热水档。这样它那个泡沫有温度的，比如说有一点凉水，然后30度、40度用。热水那一档。对，是的，这样它的泡沫才会很丰富的。老师，我想问啊，去不去色？不会掉色吧？这个呀，如果你不是非常高的温度，是不会掉色的。但是如果你用来洗那个丝绸的衣服是不可以，因为丝绸的衣服它本身就是很怕那个热水的。还有就是呢，羊毛、羊绒的衣服你不要用它洗。那些好像也都必须要干洗嘛。是的，因为丝绸、羊毛和羊绒跟棉布的衣服不一样，它们是需要那个酸性的洗涤液，而我们棉布的衣服是需要碱性的洗涤液。老师，这个有区别。这个跟那个洗衣粉相比呀，它的优点在于，是洗了之后对皮肤没有刺激性呢，还是说它洗得更干净呢？它是洗了以后对衣服没有刺激性。洗衣粉呢，一般对于顽固的污渍会洗得更干净，因为它会增加很多的，比如漂白剂啦。除污剂啦，还有它会有荧光剂。对，有荧光剂。对，洗完以后看起来白白的，很漂亮，但是呢，接触皮肤就不太好。所以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洗什么呢？如果你是穿在外面的很漂亮的衣服呢，你可能不需要用它。但是你给小孩洗衣服啦，内衣，还有家里的床单啦、浴巾啦，你用它洗是最好的。直接亲肤的那些东西，是的，拿这个洗比较安全。接触到皮肤的，我们可以用。哎，你用这个一直在洗是吗？浴巾啊那些。洗那个浴巾和床单洗得很干净的。不是现在洗衣粉老是推出那种无磷吗？这个就肯定不会有磷了。这个对啊，这个什么都没有。而且还要讲一个好处，这个本身就是中医传统用它外用治皮肤病的。这皮肤有什么疮毒呀，还有蚊叮虫咬啊，都是可以外敷的。
所以你就是洗完了以后呢，它带一点这个味儿也是很好的，一对皮肤箭多雕很好。那我们爱招蚊子的人穿上这个东西洗完的衣服，它就不招蚊子了。蚊子不会怕它的，但是如果蚊子咬了，您可以用这个泡一点水涂一下。涂一下是吗？哎，它是可以消蚊叮虫咬这它有个痒的。它有什么要避免的事项吗？比如说避免吃或者接触到哪儿，有没有？也是要避免服用的，因为它也是对肠胃很有刺激性，因为它的燥性很重的。所以一般你不是说是医生的话，你不要轻易的去服用它。毕竟是当洗衣。是的。